曾主动叫停港股 IPO 的乐华娱乐，时隔3个月再度更新招股书，向港交所发起冲锋。乐居财经穿透 IPO 注意到，此次上市并非乐华娱乐首次冲击资本市场。乐华娱乐与艺人签订的合同大多在5年至15年不等。乐华娱乐与王一博签订的艺人管理合同自2014年10月开始，原本将于今年10月结束，双方续期后将于2026年10月结束。一旦王一博决定不再同乐华娱乐续约，乐华娱乐将面临巨大的压力。2019至2021年，音乐 IP 制作及运营业务分别为乐华娱乐取得7473.4万元、9271.9万元、7773.8万元的营收。该业务营收对总营收的占比从11.8%下跌至10%，又在2021年进一步下跌至6.1%。泛娱乐业务的营收分别为2647.4万元、2108.2万元、3786.9万元，对总营收的贡献占比均在5%以下，并在2020年、2021年跌至3%以下。营收、净利增长的同时，乐华娱乐的营业成本也在同比攀升，从2019年的3.52亿元上涨至2021年的6.88亿元，翻了近1倍。为了持续不断地维持旗下艺人的热度，2019年、2020年，乐华娱乐在艺人宣传方面投入的成本逐渐加大，分别为3409.1万元、4389万元。到了2021年，这项成本直接攀升至7343.6万元。毛利方面，2022年前3季度，乐华娱乐录得毛利3亿元，毛利率40%。2019至2021年，乐华娱乐的毛利率分别为44.3%、53.5%、46.6%。其中，艺人管理业务毛利率由去年同期的46.5%下降至40.1%。主要由于产生了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，以及若干名艺人的收入分成比率提高，